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如果说你已经开始了你投资的道路，或者打算让金钱为我们赚更多钱的话，今天这部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会直接告诉你一个为投资先赚钱的方法。尤其是现在金融危机已经浮现了，如果亏损了、被套牢了该怎么办？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正能量的人。当整个经济情况是繁荣的时候，很多的新手闭着眼去买股票、买比特币都赚钱了，我很替他们开心啊。那这些赚到钱的人就会以为自己是个投资的高手，但问题来了，除非永远都是牛市，否则当金融危机出现了，这些人几年赚来的钱可能就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了。而最无奈的是，真的不是想吓唬大家，我发现最近已经出现了太多利空的因素，那这些吃过甜头的人能不能吃苦头呢？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的投资高手不是只会在顺风赚钱，而是无论在顺风还是逆风，我们不但能稳定的赚到钱，甚至赚的要比平常的更多。那该如何成为投资高手呢？其实《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叫做我们要有投资的计划。这句话很虚，对吧？所以很多人都听不懂，就觉得这是废话。其实你做不到的就叫做废话，你做到的就是真理啊！我把这句话的本质讲得透彻一点，一个投资的高手就如同一个将军，这里说的投资计划其实就跟我们孙子兵法一样，讲的就是一个未战先胜的概念。今天我有100万的士兵去打你1万的士兵，正常来说我闭着眼都打赢你，对吧？这就叫做大概率的事件。我们投资追求的也都是大概率的事件，就是如何才能做到在投资之前已经确认会稳赚，就算出现任何的金融危机都与我们无关呢？为这部影片点赞，我只求这免费的答案对你有用。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真的不想错过这些资讯，你一定要跟我连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大家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吗？我们去看全球的那些排名1%的富豪，亚马逊的贝索斯，他的年薪只有8万多美金啊，而这个 Tesla 的马斯克现在甚至不要薪水，但他们1秒的收入就已经超过了全球大部分人的年薪了。为什么呢？有一个真相大家要知道啊，在美国或者很多的地区呢，他们会告诉你，为了让大家退休以后有存款、有钱花，所以国家就会强制性的要求每一个老板和员工每个月都要拿出一部分的钱出来，放在一个 401k 的退休账号。那这些钱呢，都会交给一些我的基金经理朋友，也就是所谓的金融巨鳄，让他们去帮你管理这些钱。那么当这些人掌控了全球这么多人的退休金，就是这么大一笔钱的时候呢，他们的投资决定就会影响整个股票啊、债券啊等等市场的价格升跌啊。这就是为什么贝索斯和马斯克这些人越来越有钱的原因，因为他们拥有真正的资产，就是他们手上几千万张的亚马逊和 Tesla 的股票。当你每个月取了薪水，有一部分的钱呢就要被强制性的流进这些全球富豪的口袋里面，而且不止美国哦。只要有退休计划的地区，只要这些基金有把你的钱都配置在这些公司上面，就算你不是亚马逊的员工，你其实无形之间也在为这些富豪打工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股票市场就算出现了金融危机，长期来看都还是一直上涨的原因。因为整个市场只要有人工作，这些钱就会被强制性的投进去股票市场里面。所以第一件事，如果你不去学习真正的投资的话，如果你不去买入真正的资产的话，你永远都只有被剥削的份。但投资真正的本质是追求什么呢？我之前教大家去投资房地产，然后总会有人在底下留言，房价跌了怎么办？第一，如果你真的跟着我的方法去买，现在你应该已经跟我很多学员一样赚钱了，因为当时我提醒大家的时候，就是房价的谷底，现在你去看大城市的房价都在继续上涨了。第二，问这个问题的人呢，他们是在投机，但他们却想跟我讨论投资。虽然我们都是买房啊，但我们其实都在做不同的事，而你却以为跟我做一样的事，这是最恶心的事。低买高卖赚的是差价，这是套利，这是我们做生意白手起家、空手套白狼应该要追求的，而不是投资应该要追求的。用钱去赚差价，你就是在投机嘛。
真正的投资者追求的是3个字：现金流。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当时很多人买了房子，包括我的家人。当时我还小嘛，我是亲眼看见他们是哭着把房子给卖掉的。直到我长大以后，我才问他们为什么要买掉啊？他们就很无奈的说，没办法啊，必须得割肉，必须得卖啊。当时那个经济情况，月供都还不起，不卖家里面连饭都没办法吃啊。而我另一个亲戚呢，当时的房价跌了超过他买入价的一半，他就不急也不卖，甚至还有钱去买。而如今呢，每一套房子都翻了几十倍。如果我是他的儿子，我就不用出来做生意了，我就当个富二代算了。那我父母听到火气就上来了，有钱的话谁会去卖房啊？那我就不说话了，我就去想，为什么当时我的父母没钱，而我的亲戚却有钱呢？大家都是打工啊，都是干体力活而已啊，难道我亲戚比我爸勤奋吗？据我所知，我爸当时赚的比他多啊。直到我看到了《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啊，我才知道2个人的差距就在3个字，就是现金流。一开始，如果大家能理解，全球最富的那些人赚的不是薪水，而是你每个月退休金稳定流进去他们口袋的现金啊。当时我父母买房是看到房价上涨，所以他们买回来就是自住，涨了以后就卖了，换更大的房子。而我的亲戚他是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自己去租一间很便宜的房子，然后房价每年升值的时候，租金也跟着升值。当时他的租金已经能够抵上月供了。当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呢，经济很好嘛，他就跟租房子的人说，本来1个月$2000，如果你一次性付1年，我就给你打9折，2年就85折。他一次性就收了一大笔的租金回来。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乎房价跌不跌，他还能还得起房贷吗？信贷的评级好吗？他就再跟银行借钱，再买入房子，结果1年后左右，房价就涨回来了。那换句话讲，到底谁赚谁亏呢？谁有稳定的现金流谁就赚，没有的就亏。那么是不是说只有房子才能产生现金流呢？富爸爸告诉我们，当你是员工和自雇人士的时候，你必须要过渡到老板和投资者的层次。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投资者是有门槛的，你必须要有本金。比如说房子，你没钱怎么买？而如果你不想每年都搬一次家，因为房租1年1涨，如果你再也不想挤公交、挤地铁，如果你不想像机器人一样上班下班，你的努力跟你的回报不成正比的话，你必须要走进我2022年最新的免费指导课。我不但会免费的公开我3个商业的机密，直接告诉你如何建立起一个长期拥有现金流的资产。最重要的是被动的。换句话讲，当你睡觉去旅行，当你做自己喜欢的事，当出现金融危机，你基本都不用再为钱烦恼了。如果你不想错这次不能重播和有人数限制的免费指导课，你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1条连接报名。所以稳定的现金流就好比兵法最高的层次，今天你带着1万的兵马，我也带着1万的兵马，先跟你互相厮杀，让你觉得我们是势均力敌的，马上就要同归于尽了。这时候我10万的援兵到了，这仗还用打吗？吓都吓死你了，你已经输了，你已经 game over 了。因为我在跟你打之前呢，我已经算清楚你跟我之间到底有多少兵马，以及我早就找到其他国家的援兵。我们学习兵法不是学习那个项羽几千人打赢刘邦几万人，这可以流传千世，但只是一个特例。我们要学的是韩信、蚂蚁战术，大象都要被拿下，这叫做大概率的事件。同理，我们投资都要学习大概率的事件。今天金融危机发生了，房价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平时也不是赚差价，我赚的是现金流，所以比到最后，比的其实是现金流。打仗打的是什么？不是象棋，而是围棋。真正的打仗是围棋的艺术。今天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影响一群人，一定是一群人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以前在打仗的时候，谁能赢，对吧？我们要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我的兵力比你最少都5倍的时候，我再跟你打，这就叫做未战先胜。投资市场里面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亏钱，那比到最后比的就是现金流嘛。你手上没有牌了，我手上还有大量的牌，你怎么跟我玩？本多必胜嘛。
大家千万不要去赌博啊！我只是想要带出一个理论，你今天去了澳门的赌场去买大小，每一次输了，你就加倍的去下注。比如你第一场下注$50输了，你全输$50，但没关系，你第二场翻倍去下注$100，赢了，你赢回来$200，减掉$100的成本，还有上一把亏的$50，你就赚$50。然后你又把这赚回来的$50拿去下注，又亏了没有关系，你下一场又翻倍下注$100，又亏了，那你第三场再翻倍$200，又亏了，你第四场再翻倍$400，又亏了，你再翻倍$800。这时候如果你第四场赢了，扣除掉所有的成本以及亏损，你还是只能赚$50。但如果你第四场还继续输的话，你第五场的下注就要到$1600了。如果第五场又输的话，你第六场就要下注$3200了。但问题是，如果按照这样去发展，你每次最多只能赚$50，但你连续输掉的话，你每次的下注都要复利般的加倍。所以很多人说，有无限的本金，你肯定能赚钱，因为就算你连续了100局，然后你只需要赢了一把，你就可以赢回来本金，再加50块。前提是你要先压可能几十个亿，而且赌场应该也不允许你这么下注。但理论来讲，你比到最后，你还有筹码，你还有现金流，你就永远都能够赚到钱。那么问题来了，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到底该不该去抄底啊？很多人都说08年的金融海啸的时候，全球都很担心，唯独这个股神巴菲特却反手买了非常多的股票，包括美国银行，包括他最喜欢吃的巧克力公司的股票。在5年之后呢，他又大赚了100亿的美金回来。这就是很多人都在歌颂的投资经典，然后就说应该要像巴菲特一样去抄底。那么我刚开始学股票的时候也是这样以为的，但是还是我大学教授教我的。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只股票，它下跌了，你觉得它很便宜了，对吧？所以你就应该继续买入。但问题是1年后这只股票还是跌啊，跌得更厉害了，你还买不买？当时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亏钱，然后全部人包括我的父母都会跟你说，现在跌是因为大盘要下跌罢了，全部的股票都跟着跌，我们就应该有信念，这只股票是被低估了，所以更应该多买一点加仓啊。那么结果可想而知，本来跌1块我亏$1000，现在跌1块我就亏$2000，为什么呢？加仓了嘛，杠杆更大了嘛，而加到最后它还继续跌，我已经没有资金补仓了，那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反省，我才明白2个道理。第一，当整个大盘趋势都在下跌的时候，我去支持这只股票就是跟趋势作对，我要投机我就应该追涨不追跌，我只是要赚差价而已嘛，我为什么要买最低价呢？比如最低价是50块，但我100块才买，涨到了130块，我还是赚钱啊。我虽然买贵了，但我还是赚钱啊，而且我是确认好了是牛市才下注的，从底部涨上来可能要半年，但我在上涨的趋势买入，可能2-3天就赚了3%到40%啊。所以在熊市抄底还是在牛市的中途投机呢？哪个效率更高更稳啊？我选择的是后者。而第二，巴菲特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抄底，并不是因为他的胆子比较大，而是因为他有稳定的现金流。很多人都以为巴菲特是投资者，其实我在另一部影片已经说了，他真正的身份是一名企业家，他的基金公司就是为他带来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就是说你今天投钱进去巴菲特的基金，无论涨了还是跌了，你都要给他钱啊，因为他帮你管理嘛，所以就要收你管理费。他这钱是每个月都稳赚的。如果说你今天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了，每一年你的企业营收都超过$10亿以上，那你今天拿个3-5千万去投资，对你来说亏了也无所谓啊，因为你还可以拿1个亿去补仓嘛，这1个亿再亏了怎么办？你再拿1个亿去补嘛。你今天只有几千万，你亏了几千万，你就要去跳楼了。但你今天有几个亿，你亏了几千万，你最多心疼一下，过几年你就赚回来了嘛。所以为什么对于巴菲特来说，抄底是在投资，而对于你来说就是投资呢？因为1个字，稳。人家不怕亏，而你亏一次就没了。人家打仗有援兵，而你就去跟人家拼命，能听懂了吗？
所以最可悲的是，你做了投机的行为，却去学习投资的技巧，你觉得很悬，对吧？人其实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说大家都听过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是全世界公认的股神巴菲特却告诉你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密切的去关注这一个篮子就可以了。仅仅是一个分散风险的概念，你以为在讨论同一样东西，其实两者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股票市场里面，你的确要听股神的，因为在股票市场崩盘的时候，当股票是熊市的时候，大部分的股票都是下跌的，那倒不如集中精力只追击一只有可能在熊市先跑出来的股票啊。而在整个投资的资产配置呢，你一定不能只投资股票，真的，投资真正的核心不是赚钱，而是守住你的财富。08年这么多悲剧，就是因为那些人只买了同一个方向发展的资产，没有配置其他的资产去对冲啊。比如说今天打仗了，你所有的股票都变成废纸，那你之前有没有配置黄金呢？比如说今天比特币暴跌了，你有没有一家每个月为你稳定带来现金流的企业呢？很多人今天问我没钱怎么投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员工或者是自雇人士的话，你永远都无法投资，因为你本少嘛，人家1个亿拿1000万出来就叫做投资，你只有1万，你拿1000出来都叫做投机啊。所以很多人都教你，就算没钱都要去学习投资。怎么学？投资是为了守住财富，你都没有财富，守什么？所以我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份事业，而不是一份工作。这份事业必须是跟着趋势去走的，因为会让你更容易的成功。而且当真的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你这份事业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另外，这必须是拥有自动化运营的属性，要为你带来被动的现金流。最重要的是门槛必须要低。那么 YouTube 创业是我目前看到唯一拥有这些属性的项目。比如说，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看书，而是看影片？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广告商在 YouTube 打广告？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去看 YouTube？ 当 YouTube 已经是全球第2大搜索引擎，用户的数量有保证的时候，你是不是只需要拿起手机和耳机，制作好一部影片之后，就能够长期的获得被动的广告费？那么如果你想要跟着我学习在 YouTube 创业，如果你信任我是这个领域最专业的老师，你一定要走进我的创业商学院。你的所有的迷思，包括怎么选题、怎么做、没想法怎么办，我都会在里面直接告诉你一个系统，让你直接复制和套用在自己的身上。还有很多怎么剪辑啊、SEO 啊等等的细节，包括我的创业、营销等等的道语术，我都会在里面公开。而现在加入，除了有前期的优惠以外，我还会送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可以听我们团队分析100本书。我还会不定期的去讲一些财富自由的课程，包括了地黄术、销售等等。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 Facebook 精英群，让大家可以在里面交换第一手的赚钱资讯，互相抱团。那么有兴趣想要跟着我创业的兄弟姐妹，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连接加入。所以真正的高手都是把最坏的情况预测好的，然后布局好一切。我们想的是顺风局怎么赚钱，逆风局现金流够不够过渡，然后瞄准什么样的资产去买。而现在我30多万的订阅，我有义务提醒大家，你现在做大部分的投资都有可能陷入逆风的局面。之前那部影片跟大家分析过，日本可能是下一个金融危机的导火线，而现在我会给大家大量的证据，去告诉大家金融危机出现之前的规律。这件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就算你什么都没有投资，只是在呼吸，你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一无所有。首先，有些东西是没有规律的，比如说大家也关注到了现在地缘政治的风险，也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常常就吵架，吵了架之后就要发射一下飞弹，这也造成了很多金融市场上面的一个变数。又比如说是天灾之类的。那什么是有规律呢？第一，我们要去看美国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这个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温度计。不复杂啊，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想向你借钱，10年后还给你，他要付你的利率。那么越多人想要再借钱给美国的时候呢，这利率就会越低，债券的价格就会越高。你这样去理解，有很多人想要买美国债券的时候，债券在市场的价格肯定会贵一点啊，然后我给出来的利率肯定会低一点啊。
反过来也是一样。那这就很重要了，因为美国10年的债券属于低风险的投资品，就算美国这个国家破产了、清盘的时候呢，美国国库剩下来的资金都要第一时间还给买了债券的人。而且美国目前是世界第一的经济体，这牵扯到很多国家的精英的利益，所以有很多的势力和财力在背后支撑着，没那么容易破产。基于这一点呢，买美债的人目的就是为了避险，美债就是美股的替代品。那为什么要看10年而不是2年呢？也就是说，买10年的人都是长期不看好整个经济的人。刚才也说了，这10年公债的利率越低，就代表越多人买嘛，那是不是就代表越多人不看好整个经济呢？不对，就算再多的散户去购买10年的美债，都不会影响整个利率的波动。真正的影响的人是那些机构投资者，也就是所谓的金融巨鳄，就是刚才说的基金经理。当他们一次性购买10年美债的时候，这公债的利率就会下跌，也就是金融危机已经出现了。那我们现在去看历史的规律，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会领先股市先上升，随后就会比股市更快下跌。比如说00年的网络泡沫、08年的金融海啸、18年的贸易战，还有20年的疫情，这个美国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都是在股票崩盘前先提升，然后提早在股票崩盘前下降的。很简单的洗盘理论，这些金融巨鳄要在散户进场之前先释放债券的筹码，推高利率，降低债券的价格，然后再用最便宜的价格慢慢的买入债券。能听懂吗？听不懂也没有关系，你只需要记着，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10年期美债利率它的规律都是先升后跌的。那么目前2022年这个利率突然间在这1-2个月涨得特别的急，而这个情况在历史上告诉我们，当这个10年期美债下跌的时候，就是股票崩盘的时候。那么我把这个规律说了出来，就是让大家，如果你有做股票投机的话，你一定要去观察这个美国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现在已经涨了，如果准备下跌了，你就要警惕了。那第二就是观察一下美元指数是不是大涨，这是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强弱指数。通常在发生灾难的时候，美元的指数就会大涨，因为当发生事情的时候，钱就会进入一个避难所，而这个避难所通常就是主流的货币，也就是美元。目前这个指数的50天平均线已经突破了200天的平均线，长中期呢都是看涨的，而且已经来到了前面2个顶部的位置，也就是红色这一条线103美金啊。如果这个美元指数突破了103美金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大涨，届时就会是一个很明显的警报信号，代表金融危机或者股灾要发生了，这个大家也要小心啊。我想说的是，真正的财富不是你今天拥有多少钱，而是当你今天停止了工作还能够活多久。当你今天停止了工作，你还能生存，为什么啊？因为你有稳定的现金流，现金流就是你的被动收入。没有现金流的投资者，那不叫投资，甚至都不叫投机。如果你连买卖的计划都没有，你只是因为觉得这只股票会涨，然后你就去买了，那就跟你去赌博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投资最重要的就是跟它比气场。那当然呢，所谓的股灾或者是金融海啸，通常也都会是在一段时间又会回到原来的风貌，那么就看你的气够不够长，你的钱够不够撑到那个时候，还有你的心情能不能过得去，这些都是修炼的结果。记着，你必须要先建立起为你带来现金流的资产，然后才拿你多余的钱去投资。如果你想免费的学习，记得在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我的免费指导课。当你学会赚到钱以后，它再怎么跌都跟你没有关系了。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